Hello， 大家好，又是我37啊，又见面了。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评测是龙家的 XDV 250Si。那么龙家的这台 XDV 250Si 呢，其实是在去年的重庆摩博会上就亮相了，不过当时它亮相的是 XDV 的300Si。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呢，我们终于等到了这台车，只不过它由原来的300i 变成了现在的250Si。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就要打开评论区开始留言了，说龙家减配开喷是不是？那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台250Si 对比当时龙家亮相的300i 来说的话，可以说是正向升级。究竟是什么情况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评测吧。好，我们先说售价，这台龙家 XDV 250Si 它公布的售价是22980元。那么除此以外，它还可以额外的去选装这个辐条轮毂。那么辐条轮毂的售价的话是加2000块钱，也就是车价是24980元。那其实龙家还给这台车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原厂的选装件，比如说这块风挡，它是可以选装成一个大风挡的。其次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边箱、后货架以及尾箱都是可以进行选装的。那么龙家这个 XDV 250Si 呢，也是现在市面上为数不多原厂可以选装铝合金3厢的踏板车。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这台车的外观，不得不说这台龙家 XDV 250Si 这次设计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那么车辆全车的话，全部都是使用了 LED 的光源。那么大灯的话，它是采用了一个4透镜的设计。这个大灯无论是它的铺路效果，还是它的亮度，其实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水准。我们夜间实测的话，基本可以满足我们像日常代步或者说是去摩旅这种走夜路的情况，这套原厂的灯都是可以满足的。首台这么一个原厂标配了雾灯的这么一个踏板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所以这套雾灯的话是在出厂的时候它不能安装在车上的，但是我们现在订购车辆的用户，龙家是随车免费赠送这个雾灯的，所以我们回去自己安装一下就好了。那么这个雾灯我们实测之后的话，其实它的照明效果也还算是不错的，它可以照亮我们车辆的近光灯到前轮这一段正常灯光照不到的黑色区域，来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这个雾灯还是比较有用的。那么接着就是大家看到这块风挡，这块风挡的话，它是设计有这么一个3段的手动可调功能的，但是无奈它出厂的风挡面积实在是有点小，所以实际上能带给我们的风阻保护效果的话也是比较一般的。好在的话，其实它原厂是提供了一个大风挡可以去选装的，所以说如果有长途摩旅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去改装一个大风挡。那么其次就是它的这块仪表，这块仪表的话也是采用了时下非常流行的这个 TFT 彩色液晶仪表。那么这个仪表也是具备手机投屏功能的，不过这个手机投屏功能和我们常见的这个 TFT 表有一些不一样，它是不能显示完整的地图的，它会在仪表的右下角显示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简约的这种导航的箭头显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导航信息的。它采用了一个铝合金变径车把，就是我们常见的挡车上用的那种铝合金变径把，在踏板车上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螺把设计，那么看起来就非常有肌肉感。那么其次，在实用层面，这个手把可以方便的去加装一些类似于手机支架之类的东西。那么开关部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套带有背光的按键了。按键质感是不错，但是讲道理有点审美疲劳的。不过这套开关也是有亮点的。首先，它的右侧手把上有一个 ABS 的按钮，这也是国产首台搭载有 ABS 开关的 ADV 踏板车。对，并且它这个 ABS 开关其实是有3种模式的。第一种模式的话就是初始模式，就是前后 ABS 全开；第二种模式是单独关闭后轮 ABS；第3种模式的话就是把前后的 ABS 全部关掉。那么除此以外，它的右边的手把上还是有一个熄火开关的，这个熄火开关还是比较用的。那么相较于它前代，也就是 VMAX 300上面搭载的那套无烟启动系统，其实它这套无烟启动系统它的质感，整体质感是有着明显的提升的。那么操作逻辑的话，也跟那个车差不多，但是有一定的优化。接着就说到这台 XDV 250Si 它这么一个储物空间。那么这台车主要的储物空间其实是有2个，首先第一个是它的这么一个左侧的扶手箱。这个左侧的扶手箱我们按压即可打开，内部的深度的话其实也是中规中矩的，基本上能放下我们正常的一个50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吧。那么接着就是它这个坐桶空间了。这个坐桶空间我们经过实测，它可以放得下一顶全盔，当然是我们正常尺寸的全盔啊。如果你是那种带尾翼的尺码，就是外观比较大的头盔的话，它放起来
就比较费劲了。那放下头盔之后的话，其实也就没有更多余的空间了啊。不过能放下全盔，对于这种尺寸的踏板来说的话，确实是值得表扬的。在仪表左侧的话，它是给我们配备了一个点烟器的接口。这个点烟器接口的话，就是方便我们去外接一些气泵之类的比较功率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用电器。那么其次，在我们刚才说的左侧的手套箱里面，它其实也是集成了一个 USB 接口的。接着我们就来说这台 XDV 250Si 它这么一个行走系统的部分。那么减震其实是比较值得说到的，这台 XDV 250Si 大家看它配置了一套倒置减震，这个在踏板车上不多见吧？其次，这个倒置减震是 KYB 的，这个就更不多见了吧？那么这个前置的倒置 KYB 减震，踏板车专用的，也是全球首发在这台车上。那么官方宣称它的有效行程说是有90毫米，但实际的话可能差一点。那么后减震的话，它也是采用的 KYB 的气囊双后避震。那么行程的话，官方宣称的话有65毫米。轮胎部分的话，这台 XDV 250Si 它搭载的是前后一样大，前后都是13寸的这么一个轮毂。那么搭配的轮胎是前110后130宽度的，是腾森品牌这么一个多地形多功能的这么一个高抓轮胎。那么这个轮胎在我们实际测试中的表现还算是不错的，我们后续再继续说。那么这台车前刹是采用了一个西户品牌的对向4活塞卡钳，这个刹车规格是非常高的啊。后轮部分的话，采用的是一个单向双活塞的卡钳，那么整体的刹车的规格配置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它还配备了这么一个双通道的 ABS 系统。水箱采用的是一个前置式的布局，就是它的水箱在前轮的后方。那么出厂的时候，它其实只是配备了一个塑料壳的，而且是网眼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防护罩，里面是没有金属防护板的。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去和泥巴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要当心这个水箱。那发动机部分的话，其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台龙嘉 XDV 250Si 它搭载的是一台源自于宗申比亚桥的这么一个动力。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宗申比亚桥原本就有一款250的踏板车发动机，但是龙嘉所搭载的是那个发动机的升级版。那么经过优化之后，这台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已经达到了18千瓦。那么是比市面上我们常见的250级别的踏板车的功率都是要更高的。那这也是刚才我所说，这台250是相比去年龙嘉亮相的那个300i 所升级的地方。虽然说它的明面上排量是变小了，但是实际上它的功率不降反升，从16点几千瓦提升到了18千瓦。那么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250排量的车其实保险费每年会比300的车少个几百块钱。那么其次，排量变小了，其实它的油耗也是有一定的下降的。那么毕竟现在这个油价这么贵，是吧？